你能想象吗？一个在运行中只激活80亿参数的小模型，竟然在复杂的长代码任务里直接干掉了参数量是它200倍的万亿级行业巨无霸。这种反常识的算力对比，正发生在代码开发的底层逻辑里。做出这个模型的公司叫 Poolside， 他们刚刚拿了$5亿融资，但他们不把自己看作研究机构，而是一家把模型训练做成高频工程流水线的模型工厂。在这儿，模型开发不再是艺术炼丹，而是精密的工业量产。在实际开发中，这个模型写代码时就像真人一样，他会先花1.5万 token 疯狂构思方案，一旦运行发现逻辑不对，立刻自己吞掉3万 token， 倒回去推导重写，直到跑通为止。这套自我修正的递归过程是他手感的核心。这种逆天的自我修正能力来自他们的核心技术代码执行反馈，它不依赖死板的人工标注，而是直接把代码扔进真实沙箱运行，用成功还是报错的2元反馈进行强化学习。这就是工业级的确定性反馈。为了让这种反馈闭环跑起来，Poolside的模型工厂每个月要疯狂运行1万到2万次实验。他们把数据流式传输做到了极致，消灭了所有静态存储的等待时间。就这一步，这种恐怖的工业化迭代速度，直接把传统大模型动辄半年的研发周期，硬生生压缩到了不到9周。别人还在写实验报告，他们的模型已经迭代好几代了。账就这么简单。在架构上，他们采用了稀疏混合专家模型，虽然总参数量高达1180亿，但通过精准路由，每个 token 进来时，其实只激活其中的80亿参数，推理成本被压到了极限。不仅如此，它还塞进去了高达100万 token 的超长上下文窗口，这确保模型在处理企业级超大代码库时，绝对不会出现转头就忘的问题。没别的，在硬核评测中 Laguna S2.1 在 Terminal Bench 拿到了 70.2% 的高分。在最考验工程实战的 SWE Bench Pro 上，它也轰出了 59.4%， 数据不会撒谎。更绝的是，由于 MOE 架构带来的极低推理开销，现在在 OpenRouter 上部署，每100万输入 token 的付费价格只要$0.1，这性价比在行业内极其罕见，用过就知道。如果你想本地部署，它4位的 GGUF 量化版大概是 75GB，这意味着单台桌面级多卡机器就能轻松跑起来，非常适合对代码隐私要求极高的企业做私有化部署，这也是很多技术团队追逐它的原因。但这套系统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这个模型工厂本身也是由模型构建的。智能体在工作流中自动编写代码，评估产出，甚至自己修改训练管道，实现了真正的递归自演进。模型工厂里的自我递归训练具体怎么跑，就在这套自动化的工程闭环里。而支撑起这套庞大自动化模型工厂的Poolside团队，研究人员竟然还不到70人。这群人不再是传统的炼丹师，而是流水线背后的系统工程师，人力效率是他们的护城河。这也向你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， AI 研发的壁垒正在从写论文的学术游戏变成拼工程、拼流式闭环的工业大生产。谁的流水线更自动，谁就能用更少的算力干掉巨头。如果你是个人开发者，这波可以先不追，但如果你是企业架构师，必须盯着这种工程化闭环的新机会。